我本是世间的唯一真仙，随手便能毁灭一个国度的存在，却苟在大山千年，每日和大妖讲道让美女妖皇给我揉肩。正当我还在享受的时候，却是猛地睁眼，因为我感受到自己送出去的12枚玉符碎掉了一块。千年来，这玉符只送给我关系极为亲密之人。我连忙展开神识探查，却看到一个女孩跪在10万大山前，手中紧紧捏着碎掉的玉符，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秦家孤女跪请秦家老祖现身，为我秦家做主。”而这时，女孩身后出现了上百道人影，一个面露凶狠的女子看着秦双月：“你秦家早已覆灭，何来什么先祖？不如早点跟着回去服侍六皇子，还能少去一些皮肉之苦。”吴美玲，此次若我能逃过一劫，你们在我身上留下的伤害，我会千百倍让你们偿还。秦双月死死地盯着吴美玲，而我看着这一幕，微微摇头。这大夏皇朝看来也是时候改朝换代了。然后心念一动，定住了那些黑灵卫、小兔子，去外围把秦双月带回来。月兔眸中闪过一抹红光，那其他人呢？都杀了。秦双月那边，他已经没有力气再站起来了，静静地躺在地上等待死亡。可过了几分钟后，却没有任何人攻击他，四周也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他缓缓站起来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秦双月彻底愣住。只见周围的那些黑灵卫竟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仿佛时间静止。秦双月此刻已经不管是谁的手段，捡起地上的剑便跌跌撞撞地走向黑灵卫。让黑灵卫感到害怕的是，他们明明有意识，可身体却怎么都动不了，只能看着死亡渐渐逼近。一个个黑灵卫倒下，秦双月喘着粗气，拖着长剑一步步走向吴美玲。吴美玲眼睛疯狂地转动，想要求饶却说不出话。在万灵圣地，我那么帮你，结果你却害我秦家至此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！秦双月咬牙切齿地看着吴美玲，手中剑落下，斩断了吴美玲的一根手指头。也许是剧痛的原因，吴美玲竟然恢复了说话的能力。双月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就饶我这一次吧。秦双月脸色冷漠，再次斩下吴美玲的一根手指。她继续求情：双月，我真的错了，难道你忘了我们是好闺蜜啊？只要你饶了这一次，我一定帮你复仇，和你一起扳倒大夏皇朝。秦双月并没有理会，而是一件件的砍向吴美玲。也得亏吴美玲在万灵圣地的时候，被秦双月喂到了精深一品的修为，生命力非常顽强，只要没有造成致命伤害，短时间是不会死的。秦双月在折磨完吴美玲之后，才终于一剑将其斩杀。这时，一道轻盈的脚步声响了起来，一个兔耳少女落在秦双月面前，真是可怜的小乖乖啊！月兔看着秦双月凄惨的模样，脸上露出一丝怜惜。不过你的表现，主人很满意，主人叫我过来带你回去呢。秦双月瞪了瞪眼睛，还想要问些什么，却没有力气张开嘴了。随后，月兔看向其他人，主人说了，感动秦家，那这大夏也该改朝换代了。闻言，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变，难道秦家老祖真的还活着？还不等黑灵卫震惊，月兔便随手一挥，那数十个黑灵卫，包括10几个玄境高手，当场死亡。月兔再次一挥手，便带着秦双月一起消失不见。他们在出现的时候，已经是在我的茅草屋前。我仔细打量着秦双月，而她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重重地朝我跪拜下来。秦家孤女拜见老祖。她不止一次在秦家的祠堂里见过老祖的画像，而我的画像就供奉在秦家牌位最上方。我看着秦双月，眼神迷离，全身伤痕累累，抬手一挥，一道白光没入她的体内。秦双月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她的身体直接恢复到了最巅峰的状态，金身9品的修为也回来了。老祖！秦双月再次跪下，直接给磕了3个头。我点点头，淡淡道：好了，我这儿没那么多繁文缛节。接着便让秦双月将事情经过仔细说了一遍。秦家南征北战，忠心耿耿，却因皇朝6皇子看上自己，从而构陷秦家全族。秦双月越说越愤怒，家主秦烈一生征战，被凌迟而死，行刑前全身伤痕令天下震动。大公子被污蔑亵渎公主，斩首；二公子被污蔑非议夏皇，车裂。5岁的小弟被当着我的面剥皮抽筋，惨死。我听了之后眉头一皱，淡淡开口：秦羽那小子也是个废物，竟然为大夏做事，为何不直接推翻大夏，自己做大夏之主？自古功高震主，不如自己做主。秦双月开始愣了一下，随后脸上露出古怪之色。接着我便说道：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可愿意覆灭大夏，自己做大夏的主人？秦双月眼神坚定：老祖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将大夏皇族全部屠戮殆尽，一个不留。好，我欣慰的点头。秦双月大喜，老祖打算出山了？我摇头道：区大夏也配让我出手？秦家的血仇需要你自己去报。秦双月苦笑一声：老祖。双月虽然对自己的天资有信心，但修行的时间太短了，不过区10余年时间，如今不过金身9品，那大夏有问07老怪物，我就算是有心也无力。我满脸自信的表情，怕什么？这不是有我吗？你放心好了，只需要1个月，你便拥有覆灭大夏的实力。秦双月愣了一下，有些难以置信，1个月，这怎么可能？10万大山外，6皇子李承玄躺在椅子上，淡淡的看了眼前的少女一眼。你觉得你姐姐能不能活着出来见我？少女面无表情，我不关心。这少女便是秦家最小的一个千金秦瑶薇。李承玄并未杀秦家这个最小的千金，而是将她带在身边，想将秦双月和秦瑶薇一同纳入房中。秦瑶薇没有理会李承玄，而是抬头看向远处的10万大山，眼神中充满担忧。她将内心的恨意藏在深处，期待能找到一个机会报仇雪恨。李承玄淡淡道：吴美玲他们过去多长时间了？这时候，一个太监打扮的老者快速走了过来，回禀殿下，吴大小姐他们已经进去3个时辰了，而这老太监也不是普通人，已经达到渡恶境，随手便可平山断河。而在曹化元身后，则是数百个身穿黑甲的黑灵卫，这些黑灵卫全部都是玄境的存在。可恨的是，那些黑灵卫全部都是秦家从天下各地挑选出来，训练成玄境高手的，可最后却成为了屠杀秦家的刽子手，真是废物！3个时辰竟还没有出来。李承玄冷哼一声，速速传信给他们，让他们速战速决，带着秦双月回来，再给他们半个时辰，否则就不用回来了。是。曹化元点头，当即拿出一个类似于木鸢的东西，注入真气之后，那木鸢就活了过来，擅自朝着10万大山深处飞去。
转眼间半个时辰过去，信渊没有任何回应，这让李承玄的脸色逐渐阴沉下来。这些狗东西也不用回来了，曹公公，你带人进去把秦霜月带回来，其他人都杀了。曹化元躬身应是，不过顿了顿，连忙他问道：连吴大小姐也一起？李承玄点头，一个罢了，一并杀了。曹化元这次没有再说什么，领着100黑灵卫往10万大山而去，不用半个时辰，便已经来到了那个地方。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副极为血腥恐怖的场景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一半黑灵卫死于震碎心扉，一半黑灵卫死于寒光剑。曹化元脸色颇为凝重，恐怕有高手出手帮秦霜月。与此同时，我一挥手，秦霜月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画面，画面中正是曹化元他们站在他杀黑灵卫的地方。曹化元，狗贼！秦霜月看到曹化元的瞬间，眼眶就红了。在杀入秦家的时候，他杀秦家之人最多，看来这阴阳人对你的刺激很大。我淡淡的说道，我一个念头就能将此人抹杀，但我希望你能亲自杀他。秦霜月充满杀气，那就让这烟狗多活一些时日，待我强大起来之后，必定将其千刀万剐。我却摇头道，不用那么长时间，你马上就能杀他。说完，不等秦霜月惊讶，就抬手一指，一道灵光涌入到秦霜月的眉心。秦霜月娇躯一颤，只是一瞬，他的修为竟然就从9品金身境达到了9品化境，整整跨越了一个大境界。他的修为还在攀升，停在了9品渡厄境，只差一步就能踏入问灵境。一股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在他内心升腾而起。多谢老祖帮晚辈提升修为，晚辈必将谨守老祖教诲。我淡淡笑道，不过区9品渡厄吧，你的极限远远不是渡厄，1个月后你将颠覆整个大夏。秦霜月浑身一颤，甚至觉得我的修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境界。是，晚辈必定不负老祖所望。秦霜月恭恭敬敬地说道。我一抬手，一把赤红色的长剑出现在秦霜月面前，此剑名为赤黄，乃是天下之杀剑，今日我赐予你屠杀的权利，这就是赤黄剑。秦霜月难以置信道，赤黄剑乃是天下第一杀神赤黄的佩剑。赤黄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达到了9品问灵境，距离那破碎虚空只差一步之遥。可那之后，赤黄凭空消失，不知去向。而赤黄剑乃是9品灵器，天下都少有。是，老祖。秦霜月握住那把赤黄剑，一股极强的凶戾之气涌进他的体内，他能够感觉到那股凶戾之气的恐怖，哪怕是他现在作为此剑的主，也是一阵心惊肉跳。此刻他有信心能斩1品问灵境的存在。等着吧，想必那曹化元很快就会找来。我一挥手，坐在藤椅上闭上了双目，开始领取系统奖励。没错，我本是穿越者，我的系统则是完成任务能在固定的领域内无敌，覆盖10万大山，足足用了1000年的时间。丁，救下秦霜月，奖励10万点领域值。丁，将秦霜月培养到9品渡厄境，奖励50万点领域值，剩余60万点领域值。是否进行领域扩张？我选择将所有领域值全部扩张成领域范围，明显能感受到领域硬生生扩张了1200，这是前所未有的扩张速度。我稍微感受一下，看到了在10万大山外面守着的六皇子李承玄，只是扫了一眼便不再关注，反而多看了一眼秦瑶薇，因为我在秦瑶薇身上感受到了和秦霜月相似的血脉气息。转眼间又过去了3个时辰，曹化元他带着100个黑灵卫一路来到了10万大山深处的一座寨子前。曹化元非常疑惑，在这了无人烟的地方为何会突然出现寨子？不过令人惊讶的是，寨子的大门却在这时候打开，一个红色长裙但沾满鲜血的绝美少女就站在大门后面。秦霜月，曹化元心中一喜，哈哈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秦霜月，你还是束手就擒吧。一个统领赵太盯着秦霜月，眼里露出兴奋之色。束手就擒？我是来杀你们的。秦霜月提着一把赤红色的长剑，一步步走出。此话一出，引得黑灵卫放声嘲笑。秦霜月继续往前走。我记得你叫赵太，是我父亲一手教出来的。赵太哈哈一笑，大小姐记得可真清楚。你说你要是从了六皇子多好，你是不知道老爷子死前的惨状啊，全身没有一块好的肉。你知道千刀万剐的滋味吗？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。秦霜月听到这话，眸中闪过一抹痛苦之色。我要将你千刀万剐。秦霜月死死地盯着赵太，哈哈，就看大小姐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赵太不屑一笑，一挥手，90位化境黑灵卫直接冲了出去。秦霜月提着赤黄剑，一步走出，将自己的修为压制在9品化境。他怕自己一暴露真实修为，所有人全部跑了。虽然是9品化境，但加上我的指导，再配上赤黄剑，早已不是普通的9品化境了。那10多个黑灵卫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剑气覆盖，瞬间撕碎。9品化境怎么可能？赵太惊呼一声，有些难以置信，就连曹化元也是瞳孔收缩，惊骇地看着秦霜月。哪有人在短短时间内就能突破一整个大境界？除非是此人一直在隐藏修为。赵太等人也是这样想。秦霜月，你藏得好深，9品化境又如何？在渡厄面前，如同蝼蚁，就这么说话的过来。秦霜月提剑又杀了20多个黑灵卫。秦霜月冷哼一声，双手持剑，朝着那些黑灵卫一劈，无数剑气涌现，化作一条条恐怖的血色红龙。御龙剑诀，你怎么会御龙剑诀？曹化元尖细的声音响起来，他惊骇地看着那数十条剑气长龙，难以置信。传闻中，御龙剑诀乃是天下最上乘的剑法之一，并非大夏国的剑法，而是邻国朱雀国的皇室剑法，唯有朱雀国的皇室一脉的直系才可以修炼，乃是天下顶尖的剑法。这御龙剑诀乃是当年我与朱雀国女帝成亲时，女帝将此剑法传授给我的，我便顺手传给了秦霜月。剑气挥出的一瞬间，一个个黑灵卫全部被撕成了碎片。赵太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在当场，赵太便反应过来，低喝一声：“诸位，不要再浪费时间，一起上，把他擒下。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9品化境，若我等能够将其捉拿回去，那对于六皇子殿下的修炼有着极大的裨益，绝对是大功一件。”随即抽出一把黑色的长刀，缓缓走向秦霜月。曹化元尤其的谨慎，并未出手，只是他的目光一直盯着秦霜月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令人更加恐惧的事情发生了。只见秦霜月手中的赤黄剑将那些死掉的黑灵卫的血全部抽出，迅速凝聚成10头恐怖的血色大虎，只是随便一挥，那血色大虎就直接咬碎了一个1品渡厄的黑灵卫。曹化元看到这一幕，倒吸一口凉气。赤黄剑，那是赤黄剑，你怎么
么可能拥有赤黄剑呢？曹化虽然并未见过赤黄剑，但也听说过凶名赫赫的赤黄剑。秦双月并没有理会曹化元的震惊，一剑挥出，9头血色大虎瞬间扑向赵太。秦家孤女，今日取你项上人头！秦双月手持赤黄剑，眼神冰冷。赵太怒吼道：“怎么可能？你原本不是9品金身吗？怎么可能会这么强？”秦双月眸中露出一丝虔诚，那是因为我得到了我秦家老祖的庇佑。随着秦双月这句话落下，他的修为开始疯狂攀升，仅仅是片刻时间，就冲破了9品化境的桎梏，达到了1品渡恶境，直至最后达到9品渡恶境。恐怖的威压笼罩在整个寨子外面，将赵太和曹化元2人全部锁定。2人的脸色骤然大变，无尽的恐惧涌上心头。秦家老祖竟然真的还活着，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将秦双月的修为连破2大境界，秦家老祖的实力简直无法想象。在赵太心慌意乱的时候，那只大虎一口咬在了赵太的脑袋上，直接将赵太的脑袋咬断。转眼间，100个人前来擒拿秦双月，现在只剩下曹化元1人。他自知打不过秦双月，我可以帮你们报复大夏国，在我的帮助下，你们覆灭大夏国会更简单。曹化元说道。秦双月冷笑一声，就凭你还没有资格。说完，秦双月手腕一抖，恐怖的剑气倾泻而出。曹化元怒吼一声，全身冒出一道蓝色的光圈，全身的真气涌现出来，想要挡住那些剑气。仅仅是片刻间，曹化元的全部真气护盾就被打碎。不过秦双月并没有瞬间杀死他，而是让他感受了凌迟的痛苦，最终才一剑解决了曹化元。秦双月目光越来越冷，曹化元连惨叫的力气都没有，最后重重的倒在地上。秦双月看着满地的尸体，他的心情竟然前所未有的宁静，因为他知道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秦双月提着赤黄剑，转身走进了寨子里面，发现有很多大妖盯着自己，但是他们每一个看向他的眼神都充满了赞赏，但他却感受到这些大妖每一个都非常恐怖，体内蕴藏了惊天动地的力量，哪怕是最差的一些，也至少是问灵境的存在。这使得秦双月不禁暗想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一个人族修士能让这么多大妖俯首称臣？老祖！秦双月双膝着地，跪拜下来。曹狗已死，我睁开眼睛，既然曹狗已死，那你去沐浴更衣吧，以后便在此地住下，待你修为高了以后再去复仇。是，晚辈遵命。秦双月跟着月兔离开了。我淡淡开口，天狗，过来一趟。没多久，一个身材消瘦直立而走的大黄狗走了过来。主人，我看着大黄，你将曹化元的尸体丢给那大夏6皇子。是，主人。天狗尊敬地应了一声，转身离开了寨子。与此同时，10万大山之外，6皇子坐在凉亭上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曹化元他们进去多久？一个6品渡恶境的黑灵卫微微向前一步，回禀殿下，已经4个时辰了。李承玄脸色一沉，看来这曹化元也不用回来了。万灵圣地那边有没有回消息吗？黑灵卫说道，已经回了，说是在商讨，看要不要请老祖出关。李承玄眉头一皱，抓区区一个秦双月，还需要请他们万灵圣地的老祖出关，真是可笑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了山头。你们要的曹化元来了。冷峻的声音响起来，说话的正是天狗。接着一个满是血腥的骨架飞向李承玄，李承玄脸色大变，王猛动作极快，一步走出，用黑刀插起骨架的肋骨，将骨架放在地上，而其他数百黑灵卫纷纷动身，瞬间就将天狗围起来。妖兽！王猛盯着天狗，杀机四起。可当所有人仔细观察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时，此人竟然是大内总管曹化元。唯有秦瑶薇看到曹化元的这副惨相，非但不觉得恶心，反而内心爽快，暗呼杀得好！我们人族与你们妖族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竟然胆敢杀我人族高手，你是想要开战吗？王猛死死地盯着天狗，眼中杀机毕露。天狗冷笑一声，人族和妖族井水不犯河水，如果不是看在主人的面子上，你们人族早已被我们屠戮殆尽。你说什么？王猛愣了一下，随后皱眉不已。下一刻，天狗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句话：想要与我妖族开战，就凭你一个渡恶，还没有那个资格。看到原地消失的天狗，王猛瞳孔猛然收缩，立即明白对方至少也是问灵境的恐怖存在。李承玄盯着消失的地方愤怒不已，随即转头看向王猛，去将此事禀告给父皇，告诉他秦双月勾结妖族，杀我大夏重臣，我大夏即刻与妖族开战。另外速速命令万灵圣地即刻前来10万大山。是，殿下。王猛转身离开。李承玄盯着10万大山，咬牙说道：我倒要看看你区区10万大山到底有什么本事，敢挡着本皇子找人。万灵圣地是大夏皇朝5大圣地之一，宗主乃是问灵境的存在。据说万灵圣地还有一个老祖，常年闭关修炼，其修为滔天，就算是大夏皇朝的夏皇对其也颇为客气。此刻在万灵圣地中，12个渡恶境长正在讨论是否出兵去帮助李承玄捉拿秦双月。讨论到最后，一群人谁都不能说服谁。掌门万剑雄终于开口：好了，既然诸位无法确定，那此事只能去请求老祖的意见。万剑雄站起来，问灵境的威压隐隐压住所有长老。接着12名长老跟着万剑雄来到了万灵老祖闭关的地，拱手道：老祖，我等有要事禀告。何事？一道苍老的声音从禁地中传出来。万剑雄没有犹豫，将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。话落，万灵老祖怒喝一声：什么？秦双月去了10万大山了？就在这时候，禁地大门轰然打开，一道年迈佝偻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恐怖的气场压着众人喘不过来气。随手一挥便灭杀了7个长老。看来老夫闭关久了，便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不遵门规。万灵老祖看向万剑雄，来说说万灵圣地最重要的2条门规是什么？万剑雄头皮发麻，赶紧说道：时刻保持与秦家的合作关系，以及没有老祖的命令不得靠近10万大山。万灵老祖冷冷道：那为何当老夫的话唯尔旁风？万剑雄硬着头皮道：秦家的事情
发生太快，我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。再加上此事乃夏皇默许，我不敢参与。万灵老祖点点头。从今天起，万灵圣地与大夏皇朝划清界限。万剑雄一惊，有些难以置信。什么？这就因为秦双月？万灵老祖冷冷瞥了一眼，不是秦双月，而是秦双月背后的人。此话一出，万剑雄和剩下5个长老面面相觑，有些难以置信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万灵老祖在800年前不过是一个10万大山内的一个半妖，但被我捡到并以奴仆的形式留在身边，教他修炼，给他资源。短短数十年内，这如今的万灵老祖便踏入9品问灵境。因此，就算被我赶出10万大山，他心中也一直挂念着我。而秦双月体内流淌着我的血脉。万灵老祖淡淡开口：“你们6个随我一起前往10万大山。”万剑雄万分不解：“老祖，我们不是已经脱离了大夏皇朝吗？怎么还去10万大山？”万灵老祖轻轻摆手：“谁说我们去帮助那6皇子了？我们是去杀6皇子。”此话一出，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，心中不免猜测：难道秦家老祖还活着不成？万剑雄和剩下的5个长老心惊肉跳，却也不敢多想什么，赶紧跟上万灵老祖。前往10万大山的路上，万剑雄收到了一个信渊传信：“老祖，刚刚得到消息，6皇子以秦双月勾结妖族为由，请夏皇出兵围剿10万大山，已经获得批准。现在有10万大军正在往10万大山而去，其中领军之人乃是杀神杨奇。除此之外，吴家也出动了1名问灵境和15名渡恶境，一起前往10万大山。”听了此话，那5个长老脸色微微一变，没想到大夏国竟然来真的。而万灵老祖听了之后冷笑一声：“勾结妖族，真是可笑。他们恐怕不知道是谁镇压了妖族，才让妖族这么多年不敢进犯人族吧。”与此同时，10万大山外，王猛走了过来，恭敬地说道：“殿下，圣上已经回信，杨奇点兵10万，吴家出动1位问灵境和10余位渡恶境强者，已经出发。10万兵力需要3日才能抵达，吴家的强者只需5个时辰。”6皇子李承玄一拍手掌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：“秦双月，就算你投靠了妖族又能如何？迟早我将你拿下。”而一旁的秦瑶薇表面看起来没什么表情变化，但是心里却已经有些担忧。李承玄再次问道：“万灵圣地那边怎么样了？”王猛摇头道：“暂时没有回应。”李承玄勃然大怒：“狗东西，这万灵圣地是想背叛我大夏皇族，改日我一定要让父王将其屠个干净。”而就在这时候，一只信渊飞了过来，看过里面的内容，王猛脸色十分难看。万灵圣地宣布脱离大夏皇朝，若大夏皇朝想要开战，万灵圣地奉陪到底。李承玄听罢立即站起来，瞪大眼睛难以置信。王猛接着说道：“殿下，万灵圣地并非反了，而是脱离了大夏皇朝。听说是万灵老祖出关之后，听说了秦家的事情，直接杀了那7位站在我们这边的长老。”李承玄再次一惊，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然而就在这时候，一道嘹亮的鹰叫声响了起来。李承玄他们抬头一看，只见天上一个庞然大物飞过去，最后停留在了李承玄所在的山崖前。万掌门，6皇子李承玄看到这一幕，脸色一沉。既然万灵圣地都已经选择脱离大夏皇朝，当然清楚对方肯定是来者不善的。李承玄装作不知情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万掌门，你终于来了。”万剑雄但没说话，而万灵老祖则是恶狠狠地盯着李承玄：“是谁给你胆子打秦双月的主意，动秦家的？”虽然语气很平淡，但那种压迫感却是让他心跳加速。李承玄头皮发麻，前辈此言差矣。那秦家意图谋逆，并非我要动秦家，而是大夏皇朝要动秦家。万灵老祖冷笑道：“是吗？那我万灵圣地反了，你是不是也要动我？”李承玄心头一跳，若是在皇宫，甚至是皇朝内，他都绝对不会害怕万灵老祖。但现在此地最强的曹化元已经死了。李承玄额头流下冷汗：“老祖，我们大夏皇朝可从来没说过要动你们万灵圣地，相反，大夏皇朝还需要仰仗万灵圣地，动秦家就是动我万灵圣地。”万灵老祖语气冷漠，说着，万灵老祖迈着苍老的步伐走上了山崖。所有黑灵卫都在这一刻变得剑拔弩张起来。王猛向前走出一步：“老祖，他可是大夏6皇子，现在还尚有回还的余地，一旦走到那一步，你万灵圣地可就要万劫不复了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。”万灵老祖冷哼一声：“不过是一群黑犬，平日里耀武扬威也就算了，背叛主子，如今还敢在老夫面前蹦跶，不知死活。”话落，一道波纹从万灵老祖眼睛里扩散出来，只是一瞬间，那些黑灵一个接着一个倒下。这一幕看得李承玄喉头大跳，往后一跌，连同藤椅在内一起跌倒在地上。就在万灵老祖准备动手杀李承玄，然后带着李承玄的人头去见我时，我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来：“留他狗命！”万灵老祖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过这熟悉的声音，身一颤，浑浊的眼神立刻变得清澈无比。他转身看向10万大山的方向，然后深深的一拜。这一幕令所有人都面面相觑。万剑雄他们看向10万大山的方向，呼吸微微一滞。难道是秦家老祖出现了？老祖！万剑雄不由得开口喊了一声。万灵老祖这才抬起头来：“你们先回去吧。”万剑雄愣了一下：“那老祖你呢？”万灵老祖淡淡道：“那杨奇不是要带10万大军来吗？杀这些黑灵卫是杀，杀那10万大军也是杀。”听了此话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而秦瑶薇则是满脸好奇：万灵老祖刚才到底是在拜谁？与此同时，秦双月走到我的身前，在他冰冷的脸上露出一丝恭敬，淡淡的丢出一本古籍：“这本玄玉诀乃是我根据你的体质专门创造出来，你拿去修炼吧，能事半功倍。”秦双月内心震撼，书页的笔记还没干，显然就是刚刚才写好的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竟然就创造出了一部如此逆天的功夫，而且还是无比契合他的，这让秦双月对我更为敬畏。多谢老祖。秦双月拱手一拜，随后便拿着玄玉诀去旁边一座茅草屋开始修炼了。而就在这时，触发了系统奖励，为秦双月创造出玄玉诀，奖励20万灵玉。我双目微微一动，看来只要是为秦双月，就算是培养他，就能获得奖励啊。实际上，之前我让万灵老祖留着那6皇子李承玄的性命，也是为了培养秦双月，因为我发现，在秦双月复仇成功后，斩杀曹化元的时候，心态发生变化，竟然也算一种培养，从而获得了10万点领域值。我选择将刚刚获得的积分全部扩充领域，随即我便感受
受到无敌领域系统扩张了600里，大夏国有9个州府，其中南疆府离10万大山最近。随着无敌领域系统的扩张，现在南疆已经有1/6的范围被我覆盖。总有一天，我能够覆盖整个大夏皇朝，到时所有皇族的命都会掌握在我手中。转眼间又是4个时辰过去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吴家的人终于赶到这里，李承玄像看到救星一样，立马颤抖着向前。家主，快救我！只要救了我，我允诺你们可以进入圣殿。来的人正是吴家的家主，也是吴家唯一的问灵境存在。秦瑶薇看到吴天胜，眼中闪过一抹杀意，因为正是吴天胜的污蔑，才导致生性多疑的夏皇连下20圣旨，将父亲秦烈召回皇城。而吴家家主则是面色凝重地盯着山巅上的驼背老者，随即拱手道：“敢问前辈可是万灵圣地的老祖？”万灵老祖睁开浑浊的眼睛，淡淡的扫了一眼吴家的那些人，赶入10万大山者。他的声音很平淡，但是落在那些吴家之人耳中，却如同惊雷一般。而吴天胜则是态度十分恭敬地看向老者：“万灵前辈，万灵圣地是近些年来发展最好的圣地。仅仅为了一个已经灭亡的秦家和一个不过9品金身境的小妮子，真的要葬送万灵圣地的未来吗？前辈，小女就在10万大山中，只要能放晚辈过去，我将小女带回来。前辈需要什么条件，尽管开口。”万灵老祖甚至懒得抬眼，直接冷喝一声，恐怖的气势震得吴天胜后退数步。吴天胜脸色一阵青红交错，却不敢有丝毫的怒色，只好微微拱手，便带着吴家人退到了另一个山头。第二天天空微亮，守在大山前的众人便看到大山中一道紫气缓缓出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紫气越聚越多。万灵老祖抬头看了一眼那紫气，浑浊的目光闪过一抹金光。那是主人的住所，难道是秦双月那丫头在突破问灵境？吴家的人也注意到了一下，惊骇地看着天上。家主，这是天地紫气，有人在破境，踏入问灵境。吴天胜看着天上的紫气，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。天下问灵境的存在很少，每一次问灵境的诞生都会惊动整个大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无边紫气中间位置开始缓缓转动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最后往下降去。看到这一幕，吴天胜低声道：“成功了！”不管是李承玄还是吴家的人，都不知道这问灵之人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秦双月。与此同时，在中州靠近夷陵府的官道上，一个身穿了军甲、周身弥漫着杀气的抬头，领着10万铁骑正往10万大山的方向奔赴。那中年男子便是大夏的杀神杨奇。正在赶路的杨奇猛然停下来，抬头看向10万大山的方向，有人问灵了。杨奇的左副将身穿黑甲，有些诧异地说道：“杨奇是2品问灵境，而他的2个副将则是1品问灵境。到了这个境界，即使只是差着1品，其中的差距也至少是10倍，否则的话，2个1品问灵的副将也不可能会臣服杨奇。”右副将脸色凝重：“将军，看方位，这问灵之人应该在10万大山内。”秦双月坐在木床上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双手，感受到体内那毁天灭地的力量，不由得有些恍惚。这可是以前都不敢想的境界，如今不到1日便达到了。秦双月内心震惊的道：“老祖给的功法好生厉害！”就在这时，我的声音在秦双月耳边响起：“丫头，来见我。”秦双月迅速整理好心情，来到了昨天见我的地方。双月拜见老祖，多谢老祖赏赐功法。双月的修为才能这么快踏入问灵。我欣慰地看着他，如今你已经问灵，初步具备复仇的能力。如今承玄和吴天胜就在10万大山入口处，那吴天胜乃是害秦家的幕后黑手，有2品问灵的修为，你可敢杀他？有何不敢？秦双月听到李承玄和吴天胜的名字，眼中露出滔天恨意。好，那你便手持赤黄剑去复仇吧。我淡然开口，随后让月兔带着秦双月离开。是，老祖。秦双月面露坚定，秦双月化作一道长虹，冲出了10万大山，瞬间来到了吴天胜和6皇子李承玄他们的上空。吴天胜，无耻老贼，今日我便来取你狗命！众人都是被秦双月吓了一跳。秦双月，你竟然还敢出来！李承玄看到秦双月，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，正瞅着怎么去10万大山找你呢，没想到你居然自己跑出来送死。一旁的吴天胜愣了一下，随即看向万灵老祖，发现他并没有什么反应，眼中便闪过一道狠厉。他知道女儿吴美玲十有8九就是死在秦双月手里，随即一跃而起，来到了秦双月面前。不要妄想着有人会来救，为我而偿命吧！顿时间，吴家的10多个渡恶境修士纷纷出动，将秦双月围在中间。李承玄看了一眼万灵老祖，发现老祖似乎并不在乎秦双月，便愤怒地看着吴胜天：“吴家主，美玲就是死在秦双月手里，死相极惨，你一定要为美玲报仇啊！”吴天胜再次看了一眼万灵老祖，确定他不会插手，才放心下来。吴天胜却也非常疑惑，这万灵老祖既不是帮秦双月，那为何会守在这里？不过他也不管那么多，反正此行的目的是秦双月，只要将秦双月拿下，也没有必要深入10万大山。他收起心思，看向秦双月：“你是打算自断经脉，还是被老夫一点点的蹂躏，然后再废掉你的修为？”然而秦双月的表情冷淡之极：“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会说那么多废话。因为我不会废了你，我只会杀了你。”话音一落，秦双月手里出现一把浑身赤红的长剑，滔天的血腥气息从那长剑中散发出来。6皇子李承玄惊呼一声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秦双月手里的赤黄剑，竟然是赤黄剑，这怎么可能？就连万灵老祖也睁开了眼睛，抬头看向秦双月，主人竟然连赤黄剑也给了他，如此看重他。万灵老祖暗暗道：“当年赤黄误入10万大山，遇到了秦理，两人十分聊得来。后来赤黄与秦理切磋，打赌输给了秦理，将赤黄剑留在了秦理手里，而秦理也因此而指点赤黄一番。赤黄在走之前也将毕生所学传给秦理，没想到主人会将赤黄剑传给秦双月，而吴天胜却不管那么多。赤黄剑又如何？他不过9品金身，速速将其擒下，这赤黄剑便是我吴家所有了。”随即2个渡恶境的吴家人朝着秦双月飞去。秦双月目光清冷，恐怖的修为气息瞬间爆发出来，
一瞬间，他身形一晃，9道持剑的血色影子从秦双月体内冲出来。还没等那2个吴家人反应过来，剑气便已经出现在2人面前。顿时，2人身上出现了无数剑痕，身体如同玻璃一样破碎。接着，秦双月看着剩下的7个人，只是随手一挥，那7个人如同之前2人，身体像玻璃一样破碎。众人看到眼前的一幕，震惊不已。只不过一个眨眼的时间，9个吴家渡恶境身亡。吴天胜脸色大变，惊骇地看着秦双月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。一品问灵境，9级剑影，这怎么可能？之前他们就得到确切消息，秦双月在昨日的确是9品金身境，怎么可能有人在短短的1日之内跨越2个大境界达到问灵境？这也太恐怖了！难道不久前的万里紫气竟然是秦双月的问灵异象？还有那9级剑影，那可是赤皇的至高剑法。赤皇靠着这剑可以越阶战斗，难道秦双月是在10万大山之中得到了赤皇的传承吗？想到这里，吴天胜又惊又怒地看着秦双月，惊的是他的修为和剑法，愤怒的是他吴家一瞬间损失掉了9名渡恶境，这可是尽吴家的1半战力啊！这对吴家这样的大家族来说可是致命的打击，这让吴天胜难以接受，心中怒气难消，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你们退后！”剩下的4个渡恶境被吓破了胆，拔腿就跑。可还没等他们跑出去多久，只见秦双月手腕一抖，4条血红色的龙从那赤黄剑中冲出来，朝着那4个吴家修士冲去。吴天胜惊呼一声：“你怎么还会御龙剑诀？”当即施展出神通，想要去拦截那4条剑气所化的龙。就在这时，秦双月又是提剑一挥，9道血影顿时全部冲向吴天胜。吴天胜脸色大变，只得咬牙挡住那几道剑气。然而那几个吴家修士便没有那么幸运了，其中有3个当场死亡，只剩下1个在倒在地上颤抖。秦双月没有打算杀他，而是用剑气封印了此人的修为，将其送到了山崖上。吴家主看着他带来的13个渡恶高手，如今只剩1个。吴天胜的眼中充满了怒火和仇恨。秦家的余孽，我必将你脱骨扬灰！吴天胜怒吼一声，手里出现一把铁环大刀。吴天胜手持天云刀，怒吼一声，体内真气滚滚，只是瞬间，吴天胜便出现在秦双月面前，手上的刀猛地下压，只听空中传来一道巨大的嗡鸣声，一把足有10多丈之巨的恐怖刀影幻化出来。秦双月目光平静，手中的赤黄剑散发出强烈的血光，瞬间秦双月周围烟尘弥漫，后的大山直接被劈成了2半。然而等烟尘散去，秦双月毫发无伤。吴天胜眼中杀机四溢，我看你能挡多少刀？吴天胜眼中杀机四溢，身上青光凝聚，一尊足有100丈大小法相出现在吴天胜身后，那便是吴家的最强神通幻神。据说一旦使出这招，便会燃烧自身寿元。而秦双月却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他看着那压来的恐怖刀影，眼神越发凛冽。斩天！秦双月身上血光大盛，背后隐约有一道血色身影，那身影虽只有正常人大小，但却散发出滔天的杀意，气息直接压制住那道巨大的法相。那血色身影实际上就是赤黄留在赤黄剑里面的一道意志，唯有施展出斩天之术的时候，才能引动那意志。只是瞬间，血色剑气直接贯穿那巨大身影，紧接着只听轰隆一声，吴家主连同哪道法相一同倒在地上。然而秦双月并没有杀了他，而是暂时封住了他的修为。秦双月收起赤黄剑，来到了万灵老祖所在的山崖。然而他脸上并没有半分欣喜之色。万灵老祖的瞬间内心更是充满了忐忑。不过还没等秦双月说话，万灵老祖却先露出一丝愧疚来。双月，这些日子我都在闭关，此事是我不对，不过我已经将害你师父的那些万灵圣地之人全部斩杀，并且万灵圣地已经脱离大夏皇朝，此生不会再与大夏皇朝有任何交集。听到这话，秦双月心里生出一抹感动，多谢老祖。秦双月颇为客气的拱手道，随后有些疑惑，老祖你来这里是？万灵老祖道，原本我是想杀了这李承玄为秦家报仇，但尊上命我将李承玄留给你，于是我便守在此地，等着杨琦带那10万大军来。尊上，秦双月又是疑惑的问道。万灵老祖解释道，尊上自然就是你秦家老祖了。听了此话，秦双月心里掀起惊涛骇浪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在大夏国名声极大的万灵老祖，更是传闻中少数几个拥有破碎虚空之力的人，居然叫自家老祖尊上。此刻秦双月终于明白，为何以前在圣地之时，宗门的门规是与秦家交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家老祖呀。听到这里，李承玄和吴天胜也是倒吸一口凉气，谁都不敢相信秦家老祖竟然真的还活着。此时此刻，不管是李承玄还是吴天胜都后悔了。而就在这时候，秦双月又问道，师祖，刚才你说你在等着杨琦的10万大军，难道杨琦会来此地？万灵老祖点点头，不错，夏皇下旨与妖族开战，杨琦将会率领10万兵力作为先锋队伍前来与妖族开战，并且前往10万大山捉拿你。秦双月冷笑一声，呵呵，我秦双月的面子可真大。随后他不想再管杨琦的事情，在以前的时候，他还挺尊重杨琦的，毕竟杨琦作为大夏杀神，一心只为了大夏，不知道为大夏铲除了多少异己。就算杨琦赶来，也不会有人能活着走出10万大山。可就在他准备去解决吴天胜和李承玄的时候，一直没有说话的秦瑶薇忽然喊道，双月姐姐，杨琦就是害死二哥的罪魁祸首，是他一手构陷了二哥，以至于二哥惨死。什么？清月俏脸一寒，看向秦瑶薇，你说的当真？他二哥秦霜乃是大夏最年轻的将军，为了大夏断了一只胳膊，后来被诬陷妄议夏皇，从而被处以车裂，没想到竟然是杨琦一手造成的，这让秦双月内心的杀机达到了极限。我说的千真万确，这几日我就待在李承玄身边，听李承玄亲口说的。秦瑶薇咬牙切齿地说道。秦双月看向李承玄，身上的杀机涌现，脑海中浮现秦风的相貌和声音。双月快跑，爹知道我们偷吃糖了。双月啊，这是我从胡人那边带回来的玩具，可好玩了，送给你。从小到大，秦风是最宠溺秦
秦双月，每次打仗回来都会给秦双月带稀奇古怪的玩具。一想到秦风是杨琪所害，秦双月内心的杀机就达到了极限。不过他还是按捺下杀机。秦双月看向那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吴家渡恶境修士，冷冷的道：“杀了吴天胜，你可以活命。”听到秦双月的话，所有人的脸色都是骤然一变，都没想到以前的圣女会变成这样。一旁的吴天胜脸色骤变，死死地盯着秦双月：“你当着以为我吴家之人会如此不堪吗？”而秦双月没有理会吴天，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那个吴家人：“你若不动手，那我便自己动手。”那吴家人眼眶发红的看着地上的匕首，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捡起匕首向吴家主走去。“家主，我早就说过不要招惹秦家，你为何不听？”随即就像发了疯一样向疯狂的劈砍。这一幕看得秦瑶薇娇躯发颤，小脸煞白：“你很怕吗？”秦双月看向秦瑶薇，当初父亲就是这样在皇城中也是被这样对待的。秦瑶薇呼吸一滞，沉默半晌之后摇头道：“我不怕。”她的眼神也逐渐变得坚定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在10万大山边缘的某座山峰上，月兔赤着脚站在一块岩石上，略带兴奋地看着秦双月那边。小主人成长得还不错，想要在人类世界活下去，若没有铁石心肠可不行啊。秦双月的成长，月兔非常满意。而在寨子里的我也自然看着这一幕的。这件事之后，系统给了20万领域值，而且还有了新的培养对象秦瑶薇。我双目一闪，秦瑶薇，从血脉来看，她和秦双月的血脉如出一辙，肯定是秦家的人，培养她也能获得领域值，倒是一个不错的任务。而且秦瑶薇的修为比秦双月低上一些，只有9品子府的修为，位于修行的第3个境界，培养其成长的话，应该能够获得更多的领域值。转眼1天时间过去了，一道白色的身影出现在山崖上，没有人看见他是怎么出现的，他出现的无声无息，在出现后走到秦双月面前：“这是主人给你的，说是可以增加修为。”说着递给秦双月一枚丹药，那是虚灵丹。看到那枚丹药，万灵老祖脸上露出惊讶之色，随后他迅速起身走到月兔面前，客客气气的一拱手：“万灵见过前辈。”这来给秦双月送丹药的人自然就是月兔。虚灵丹，六皇子李承玄也是愣了一下，他看着月兔手心里的那颗散发着无穷神秘气息的丹药，脸上露出无比震惊之色。虚灵丹炼制方法早已失传，这种丹药一旦服下，可以帮助9品渡恶境问灵，而且是必定问灵成功的那种，就算是大夏皇族也没有这种丹药。秦双月拿着那枚丹药服下，然后恭敬地说道：“兔姐，帮我谢谢老祖。”“好的，你安心复仇哈，不管出了什么事情，都有我们给你兜着呢。”月兔笑嘻嘻地说了一声，然后看了一眼万灵老祖：“主人说了，你表现得不错，此事结束后可以回去修炼5年时间。”万灵老祖闻言大喜过望，赶紧跪拜下来：“多谢尊上。”当他抬起头的时候，月兔已经消失不见了。